这个女人好惨啊，胖了20几年，好不容易谈个对象，结果对方还是个卖减肥药的，钱一到手就把她给甩了。从那天起，她决定减肥，一口气吃完整瓶减肥药，结果这些全是伪劣产品，直接中毒被送去抢救。可是3个医生都抬不动她，医生心想推过去总可以吧，但用上吃奶的劲儿，女人还是纹丝不动，最后还是靠她自己翻过去。生活真的很绝望，就连算命先生都说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翻身。可谁也想不到，几年之后，这个丑女人却变成了大众女神。女人名叫小美，身高165，体重250。虽然长相又胖又丑，但她却拥有一副好嗓音。闲暇之余会兼职和宅男们打色情电话。由于长相不尽人意，也只能躲在幕后为明星代唱。请小美代唱的女歌星叫雅美，她有苗条的身材、美丽的容颜，但偏偏唱歌就是很烂。台前的雅美光鲜亮丽，搔首弄姿，幕后的实力唱将，只能躲在狭小的空间里激情演唱，就连地板都是豆腐渣工程，小美随便跳一跳，舞台就塌了。好在有制作人的指挥，这场演唱会才得以完美收官。事后他还被雅美百般嘲讽，因为他差点就让雅美露馅了。看见小美被雅美嘲讽，制作人小帅主动过来安慰她。被暗恋的人这样抱着小美高兴极了，但闺蜜却劝她不要白日做梦，因为世界上的女人分3种，荧幕上的极品女神，生活中的真品女人，而她是被抢着退货的女人。谁也没想到，第2天小美就收到小帅送来的礼物，是一条红色的长裙，让她穿着出席明天的生日宴。虽然穿着不合身，但是喜欢的人送的，她还是穿上了裙子去参加宴会。结果可想而知，爆出的肥肉被同事们嘲讽嫌弃。这时雅美也来了，看到她穿着和自己一样的衣服，小美尴尬极了。她知道自己被雅美耍了，默默地离开了宴会。小帅猜到是雅美的恶搞，于是把她叫来了洗手间，大骂了一顿，然后对她说：“你以为我是因为喜欢她才对她好的吗？你根本不用耍手段整她。她每天自己照镜子都会被打击几10次，她很有实力，但又肥又丑，根本上不了台面，只是一个帮我们赚钱的工具。”而这些话都被躲在厕所的小美听到，原来自己一直暗恋的人只是在利用自己。她心如死灰，离开了酒吧。回到家，封住了门窗，打开了煤气，准备离开这个无情的世界，了结自己可悲的一生。可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是经常跟他打电话的顾客，而这个人刚好是位整形医院的医生。为了隐瞒打色情电话的事情，医生决定帮助小美进行全身整形。然而要做这样的手术风险极大，小美却说自己昨天已经死过1次了。医生决定拯救这个可怜的女孩。他们定制了一套整容方案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几乎全身上下都要动刀子。方案定好就准备开始手术。躺在手术台上的小美十分紧张，这场手术将要决定了她的人生。随着麻药生效，小美昏迷了过去。医生也开始动用了手上的工具，抽出一罐又一罐的脂肪。在手术紧张进行的同时，雅美和小帅已经急疯了。小美莫名的失踪导致演出无法正常运行，他们开始满世界的找她。而小美的手术十分顺利，即使全身裹满了纱布，她依然在跑步机上挥洒汗水。1年后，终于等到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当拆下纱布的那一刻，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，太美了。此时的她美得简直就像天女下凡。现在的她无比自信，走在大街上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，甚至在人群中翩翩起舞。这一刻，仿佛世界都是她的。小美变美了，跟着一起变得还有世界对她的态度。比如这个外卖小哥，一个微笑就可以将她迷得神魂颠倒。再比如这个被她追尾的司机，一开始躺地上破口大骂，当看到小美美丽的容颜，态度立马80度大反转。就连交警过来处理也偏向小美这边。可由于整容后，现在的长相和驾照明显不是同一个人，小美只能叫来闺蜜证明自己的身份。可闺蜜压根就没认出她来，直到核对2人的同款纹身，闺蜜这才相信。闺蜜告诉她，在她消失的这1年，雅美没有了代唱，演艺事业一落千丈，现在正在紧急的招募代唱。而她每天守在小美患老年痴呆父亲的身边，希望能等到小美出现。或许是为了小帅，又或许是为了自己的歌手梦，她换了一个名字珍妮，来到工作室面试。刚一开嗓就震惊了所有人。小美用完美的歌喉和美丽的容颜彻底征服了众人。雅美很开心，她觉得自己的事业又能重回巅峰了。可小帅并不打算让小美代唱，而是暗暗决定要捧红她。在小帅的全力支持下，小美很快便有了点名气。但有了名气之后，她愈来愈在意外表，这让小帅很是失望。于是他打开了一段录像，而里面的人正是曾经的小美。小帅告诉她，你永远不会像她唱的那么好，甚至不及她的一半，因为你太在意外表了。听到这，小美忍不住哭了。原来小帅从来就没有嫌弃过自己。她决定向小帅坦白一切。在此之前，她想知道小帅对整容的态度，谁知他竟然说只要不是我的女人就好。小美伤心极了，这不是她想要的答案。为了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，她烧掉了自己曾经的照片。这天晚上，小美刚健身完，听见旁边传来一阵刺耳的歌声，而这个人正是拥有苗条身材、唱歌却很烂的雅美。回去的时候，小美对她说，如果能够随心所欲，就不是人而是上帝了。雅美瞬间就猜到，原来珍妮就是整容前的小美。于是隔天就在她的车上写道，你是假的。而今天恰巧是小美第1次登台演出，她也顾不了那么多，急忙赶到现场。
毕竟以前他都是躲在幕后代唱，当真正站在舞台上与观众面对面时，他又有些惊慌失措，骨子里的自卑让他毫无自信，站在台上畏畏缩缩地唱着歌。然而台下的观众看到他唱的稀烂，根本就不买账，甚至有些观众开始对他嘲讽。小美尴尬的手无足措，直到他回头看到小帅失望的眼神，这一刻他决定做回曾经的自己。一开口瞬间震惊全场，他彻底放飞了自我，现场的气氛也是直接被他点燃。这次成功的演唱让他红遍了大江南北，甚至还登上了新人热搜榜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在一次排练时，小美随手在玻璃上画下一个符号，恰巧被小帅看到，这让他突然想起之前小美经常在剧本上也写过这个符号，再加上最近小美询问过他对整容的看法，这一刻他全都明白了。庆功晚会上，雅美故意把小美的父亲带来，想要让她当众露馅。小美只能假装不认识父亲，把她送来的娃娃打翻在地。这一幕全被闺蜜看在眼里，她想不到现在的小美竟然为了名誉抛弃养育她多年的父亲。闺蜜看不起她，于是就把父亲带离了这里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小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她找到了小帅，准备向他坦白一切。而小帅其实早就猜出了他的身份，但他对这些都毫不关心，他只关心明天的演唱会能否顺利进行。看着小帅冷漠的态度，小美终于明白了，自己在小帅眼里只是一件商品。小美心灰意冷，而这件事让唱片公司老板暴怒，要撤下他所有的作品和取消明天的演唱会。但小帅却力保小美，甚至赌上了全部身家，并威胁老板明天演唱会必须进行。到了演唱会这天，台下的观众人山人海，小美的父亲更是兴奋地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拿着手中的娃娃在台下跳舞，但很快就被保安强行拉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小美大声喊停了保安。既然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无法隐瞒，她决定向所有的观众坦白。她说自己以前又胖又丑，根本上不了台面，只能在幕后默默当代唱，如今的美貌是用全身整形换来的。可这并没有使她快乐，因为她为了现在的荣誉抛弃了朋友，抛弃了父亲，更是抛弃了自己，还放出了自己之前的照片，希望大家听她最后一次唱歌。可她早已哽咽，唱的歌也是断断续续。这时后面传来闺蜜的合唱，她早已泪流满面，也已然原谅了小美。所有人感动地挥舞着荧光棒，这场演唱会也在小美拥抱父亲的时刻下结束。内在美才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，一代当红偶像珍妮就此陨落，而人造美女小美成为一代巨星。有很多人成为了她的粉丝，也有很多人讨厌她，说她是假的，但这些对小美来说都不重要，她只管快乐地唱歌。在这个看脸的世界，没有一个女人会否认变美能让自己活得更好，所以这个世界对你到底是尖酸刻薄还是温柔以待，脸不同感受就会不同。若不是你脸色明媚，又有谁会想入非非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